大家好，我是 WS Father 的 Andy。今天我要带你们了解看看，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一天三餐的消费需要多少钱呢？首先，我人现在是在马来西亚，所以我会向你们介绍在马来西亚一天三餐的消费需要多少钱。而安仔的话会在下半部，他会介绍在新加坡的消费一天三餐需要花多少钱。现在的时间是差不多7:45左右，所以我们先去看一下马来西亚的早餐，我平时是吃什么的吧。OK， 现在外面真的是下太大雨了，所以我就打包回来家里吃啊。连说到早餐的话，我个人的早餐会吃到比较丰富一点，会比较饱的东西。因为我个人工作的关系，吃饭的时间非常的不定，有时候可能要到2点，有时候到3点，有未必。所以通常早上我就是吃到比较尽量可以让自己饱就饱一点。然后今天我买的就是这个nasi lemak，就是非常普遍的，在新加坡也是可以找得到的。OK， 然后这个nasi lemak我买的时候是3块半，这个是非常普通的nasi lemak，就是这样子的话吃会让我觉得比较饱，就比起好过一些面包之类的。就是跟你们说一个东西哦，就是我个人觉得马来西亚的这个饭哦会比较香，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吧，个人喜爱。然后如果平时你在外面有吃东西，有叫水喝，像咖啡这样子的话，可能平均下来早餐应该5块钱马币左右吧。马来西亚早餐的价钱大约都是落在3块多到7块之内吧。我觉得如果是早餐，看个人的习惯了，有些可能在家里自己吃，像白面包盖呀，然后再加一点自己泡的Milo的话，可能会比较省钱。如果是在外面那样像我那样子买的话，真的是需要7块多到4块之内这样子的价钱啊。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因为这边是马来西亚嘛，就比较大，连每个地方的价钱真的是落差，还是会有相差几块钱之内的。今天是我这边自己的 hometown 的价钱啊，所以不能以全部马来西亚的来比，可能有一些地方比我这边还要更便宜，有一些地方可能比我这边还要更贵，也不一定。最后一口吃完它。OK， 现在早餐就结束了。然后平常人的话，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准备去换衣服，然后去上班之类的。看下午的时候还有没有下雨，我再让你们知道一下下午我通常是吃什么的吧。OK， 我打包回来了。现在的时间是1点多，天也是比较迟了。然后我就去到外面打包，现在外面还是在下着大雨，所以我们还是打包回来吃吧。今天我买的午餐就是鸡饭。其实鸡饭大家应该不会陌生，因为鸡饭算是一个非常平民而且是国民美食嘛。我可以说在新马两地都非常容易可以找得到。然后今天我吃的是马来西亚版的鸡饭，然后顺便可以给你们看一下这边的马来西亚的鸡饭跟新加坡的鸡饭有什么差别。其实第一个你看到不同的就是它的盒子，新加坡来讲的话，大多数都是那些保丽龙的嘛，对不对？那种白色的保丽龙。然后其实马来西亚的话，我不知道其他的地方啊，我个人这边买的鸡饭的话，它大多数打包的东西哦，都是会用这种很像有点微波炉的盒子嘛。plastic 的，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小差别吧。然后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哦，它这边有2包这个东西，一个是甜酱，然后一个是鸡饭的辣椒酱。这个就跟新加坡的非常大差别，因为新加坡的话，通常它只会有给你这包辣椒酱，而这包甜酱的话，其实我在新加坡好像是暂时是没有看过的，通常是没有的吧？这个甜酱，其实新加坡的话，它不是有甜酱，新加坡反正是有那个好像黑酱油之类的嘛，它是配那个白斩鸡、海南鸡放一起吃的，所以这一点就是不同的地方，非常普通啊。然后再来就是鸡肉。只是马来西亚的鸡肉，我个人会觉得它是比较带一点咸味，有点那种盐的咸味啊。只是鸡饭来说的话，辣椒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东西嘛。然后我自家的鸡饭的话，它的辣椒的味道就比较甜跟辣之间的一点点甜跟比较重的辣味。然后再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甜酱，这个甜酱的话，我通常是捞上去放那边一起吃的。因为之前我吃过蛮多次的，它不会太甜，也不会太咸，它可以接受的味道。这样子你淋上去的话，那个饭就没有那么的干，所以它就有点湿湿这样子甜甜的味道。最后一个鸡肉吃完它，
这版鸡饭的话，它的价钱是在7块钱，就是马币7块钱。这个价钱的话，我觉得是蛮 standard 的价钱啊。这个就是我的午餐，晚餐我吃什么再让你们知道吧。OK， 现在来到了晚餐的时间。平时的话，我们都会叫这种，好像我今天叫的这种古老肉饭，因为这种古老肉饭它是很像新加坡的煮炒这样子的，所以今天我就选了这个煮炒的古老肉饭来 try 一下，肚子很饿了。其实这个煮炒在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真的是没有太大的差别，如果要真正讲它的差别是吗？价钱就相差很大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拍 video 的原因。新加坡的一个煮炒的话，应该是落在5块到6块新币之间嘛。如果加鸡蛋的话，可能到6块钱。我在马来西亚去打包的这个，它要10块钱一包。当然，如果我们拿兑换率去算的话，马来西亚这边当然还是比较便宜啊。可是如果你不算兑换率的话，价钱是相差1倍以上的嘞。新币5块钱跟马币10块钱。今天我们是以一个出来外面社会工作的人，然后就是没有靠家里任何的东西，你自己要出去吃，自己要 set 到晚餐、早餐的话，我觉得这个价钱是差不多了。OK， 我们现在吃饱了。总结一下，我们在马来西亚的3餐总共我花了多少钱？早餐的话，我吃了那个nasi lemak是3块半马币的。然后午餐的话，我叫了一个非常普通的鸡饭，然后就7块钱马币。还有刚刚的那一餐我吃的古老肉饭是10块钱，所以这3餐加起来的话是20块半。这个20块半，我觉得在马来西亚一个人生活在外面吃东西的话，是差不多这个价钱的，就是一个人消费大概是20块左右这样子。这个3餐是不包括了下午可能3点多你肚子饿，买个大包吃，还是叫一杯Milo，或者是包括了一个宵夜，因为有些你可能吃宵夜的习惯，可能晚上的话在马来西亚可以去妈妈档叫一些 Maggi Goreng 或者是炒面啊、Roti Prata 之类等等的，这些所有东西都还没有加进去这个20块半里面，所以如果你把这些宵夜和这个下午茶加进去的话，我相信在马来西亚一天真的是需要用30块来生活吧，就是这样子啦。然后我们上半部在马来西亚的一天3餐的生活就是这样子，看一下安仔在新加坡的一天3餐花费多少钱吧。OK， 这个就是刚才我买回来的这个早餐。OK， 我买回来的这个早餐呢，是在我家附近的这个 Hawker Center 买的这个经济粉。这个经济粉可以讲是平时我每天上班必经过的一个 Hawker Center 来的，所以呢，我每天呢会去那边打包呢，或者是吃了早餐呢，然后我才去上班。刚才呢，我买的早餐呢就有这个炒米粉然后再配一个鸡蛋，然后再配一个这个 fish cake 鱼饼这样子。这么简单的一个早餐呢，大概价钱是介于在2块3这样子。然后再加上呢，平时呢我吃了这个经济粉过后是吗，我都会再配一杯我最 favorite 的 kopi o 的价钱大概是在1块钱这样子。OK， 算是很便宜了。整个早餐这样子吃到来是吗？就是差不多在3块3这样子，也是我平时吃早餐的那个 range 来的，就是不会超过4块钱啊。平时呢，我都会到我家附近的一个 shopping mall 喝8毛钱的咖啡。OK，8毛钱的咖啡，我相信在新加坡已经是蛮难找到了的。我相信呢，在新加坡要找到便宜的早餐其实是还是有的。这个就是在新加坡平民吃的早餐的价钱现在来到了这个午餐时间，通常午餐时间我都会到我工作地方附近的一个 Hawker Center 打包我的午餐，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去这个 Hawker Center 看一下我们午餐的价钱是多少吧。这个是我刚才在 West Coast Hawker Center 那边买的那个杂菜饭、经济饭。我买的这个杂菜饭跟经济饭呢，是有一个肉、一个菜，还有一个蛋。之所以呢，我会打包杂菜饭的原因是平时我午餐都不知道是什么，所以我才选择买杂菜饭。因为我相信杂菜饭是最方便、最多选择的一个午餐来的。我这个一肉一菜一蛋的杂菜饭呢是4块钱新币。当然，观众朋友们也不可以拿去乘那个兑换率OK， 因为 to be fair 因为毕竟我们是在新加坡打工赚新币嘛。如果是以赚新币的角度来这里消费吃3餐的话我觉得这个午餐的这个 range 已经算是最公道的一个价钱了。所以从刚才早上我吃的这个3块3的这个早餐，加上现在4块钱的这个午餐，还不到1天的时间，我已经消费了7块3新币。OK，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晚餐是多少钱吧。来到了晚餐时间，今晚吃煮早 ，Let's go。
OK， 所以刚才呢，我在煮炒店呢点了一份酱爆烧肉饭，一份是6块钱新币。然后偶尔呢，我也会去妈妈档打包Maggi goreng啊，加一个蛋啊这样子啊，一份也是差不多要5块钱到6块钱之间。今天这3餐啊，我也没有很刻意的去节俭的来吃啦，都是平常我都在吃的一些东西来的。总结来说呢，今天的早餐、午餐。加上我现在买的这个晚餐啊，一日3餐啊，我一共是花费了12块3毛钱。如果你有叫饮料的话啦，其实你一日3餐这样在新加坡啦吃下来是要差不多是15块钱啦。以上呢就是我在新加坡的一日3餐的全消费大概是多少钱啊？ OK， 总结来说呢，我个人是觉得在马来西亚消费其实是有一点稍微偏高的，因为我们其实不能拿就是兑换率来说，如果你今天是身为一个马来西亚人，在马来西亚工作赚到一个比如说2000块的薪水，而2000块的薪水每天你需要消费到20块半每一天，如果这样子算的话，其实我觉得会过得蛮辛苦的。我是觉得，然后我看到安仔他在新加坡拍的话，我会觉得新加坡是不是会算到来会比较划算一点？正常来讲，以一个人的消费啦，我个人觉得在新加坡花的3餐啊，我觉得已经是不会太大压力啦。我个人觉得，当然在我们这样子吃的方面上面的话，可能你们还可以找得到更加的便宜，也有可能会更加的贵，因为都是看个人的消费能力。可能有些人早上他们真的是很省钱，只是吃一个面包8毛钱也可以省的，而我们早上的话就会吃到比较饱了。以上的影片就是有关于近期在马来西亚的一日3餐消费和新加坡的一日3餐消费的影片了。如果呢，观众朋友们呢，你们觉得呢，你们的3餐还可以再便宜过我们呢，还是你觉得我们这样子的消费啊，有一点过分 over 的贵了啊？你们可以在底下留言让我们知道，你们一天3餐啊是大概是花多少钱？今天呢，我们这一期的影片也分享到差不多了啦，所以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